我的男朋友林海岩患有抑郁症，每个月的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费用高达数万元。为了支付这些费用，我不分昼夜地接画稿和送外卖。朋友们都担心我会过劳死。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跑腿订单，是一份价值18000的高级日料外卖，需要送到一个富人别墅去。我恭敬地将外卖递给订单主人，却发现本应在医院接受心理治疗的林海岩正在门前一脸错愕。你不是应该在医院吗？我的声音冰冷，心中却如同被冰封。林海岩试图解释，但我打断了他。我拿出手机查看了医院的预约界面，发现心理科医生今天还有余号。我连揭穿他的兴趣都没有了。林海岩好玩吗？我质问他，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失望。你在我面前装成落魄的抑郁症患者，实际上却是一顿饭都要18000的富家子弟。我的情绪失控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林海岩试图道歉，但我打掉了他的手。他身上的名牌衬衫让我感到讽刺，这比我辛苦赚来的衣物更贴合他的身份。我会给你的银行卡打一笔钱，算是补偿。林海岩的声音中带着愧疚。我冷笑着将手中的订单条揉成团砸向他。他没有躲闪，只是悲伤地看着我。突然，一个女生打破了沉默：海岩，外卖还没拿到吗？我都快饿死了。我和林海岩都转过头，看到一个穿着蕾丝睡衣的女孩走过来。林海岩慌张地拦住她，但她执意要探个究竟。她绕过林海岩，面带微笑地看向我，眼中露出熟悉和轻蔑。这个是她的话没有说完，我认出了她，她是我上一级的学姐沈竹，一个家世优越的女孩，我们之间有过不愉快。她曾暗箱操作，让别人抢走了我的贫困生补助。沈竹挽着林海岩的手，挑衅地看着我。海岩没想到我去年随口和你吐槽的一句，有个假清高的学妹很讨厌。他继续说，你问了几句后，竟然真的帮我去搞了江明洛，这个手段我都佩服。好高明呢！他的话让我感到愤怒和无力。我转身准备离开，但沈竹叫住了我。等下，你难道就是海岩在校外玩的贫民窟女友？我停下脚步，回头注视着他。沈竹继续说，林海岩是不是说自己有抑郁症？我皱了皱眉，没有否认。沈竹笑了起来，他的话让我感到寒冷。那是因为我和海岩说，你有个因为抑郁症自杀的弟弟。只要林海岩说自己有抑郁症，你肯定没脑子上当。果不其然，这段文字描述了一个情感复杂、充满冲突和痛苦的场景。以下是对这段文字的改写。空气中突然凝固，只剩下了蝉鸣声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失去了理智，紧咬着下唇。摘下外卖头盔，疯狂地向林海岩砸去。如果再忍下去，我宁愿明天就去开包子铺。我胸口剧烈起伏，大声怒斥：抑郁症是吧？装穷是吧？喜欢戳人痛处是吧？你活该父母不爱你这畜生，活该你爸当着你面打你妈，他咋不把你一起打死？我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绝望，我今天就替你爹打死你。我和林海岩相处的1年里，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我们都曾分享过彼此的弱点。我知道他永远无法释怀的是父母对他的冷漠与忽视，让他从小没体验过家人的爱，而此刻这成了我攻击他的武器。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又连续朝着林海岩的脸狠狠砸去。愤怒让我喘不过气，长期休息不足让我的脑袋开始发昏。在沈竹提起弟弟江启洛的那一刻，我强撑了一下，我的理智瞬间瓦解。他是我谁都不能碰的逆鳞，直到沈竹把我拉走，林海岩都未还手。他捂着嘴，满手的血迹。沈竹愤怒的声线带着哭腔：你没事吧？海岩，我这就报警。这疯婆子不要命了，敢打你，我一会就让我爸林海岩去抓住他的手。摇了摇头，不要，别都是我见他的。他理了理被我打乱的
起身走到我面前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金卡递给我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我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，但算了，对不起。我冷笑了一声，看向他的眼眸里只剩冰冷与恨意。早点死！我从他手指里用力抽走了那张金卡，留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，卡里有77万。我向外卖外包公司的老板要了结算工资后，便辞了职。23平米的一居室，一眼就能望到底。当时和林寒言从宿舍搬出来，是因为他说自己抑郁症躯体化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想要我每天陪着他。原本我对一腔孤勇闯入我生活的林寒言不是没有防备，但是看到他和弟弟有着一样的病症，到底让我心软了，也糊涂了。一时之间，我也难以分辨过往对他是爱情居多，还是出于对弟弟无限愧疚下急于补偿的心，只是疯狂的偏执的想要帮林寒言治好抑郁症。好像这样，我过不去的梦魇就会减轻。说起来，1年的时间，东西算不上少，但和他成双成对的情侣物品，到底刺眼，索性全扔在了垃圾桶里。我听着老旧空调送风的声响，盯着天花板，慢慢脱离日夜不断的操劳，陷入了沉睡。在梦里，我已数不清是第几次梦见在浴缸里的江启洛，他毫无血色地躺在嫣红的液体里，全身苍白，犹如瓷娃娃，没有温度，亦没有声息。药瓶大落在他垂下的指尖，他未必得先尝眼睫。一如过往日夜，他等我学习完打瞌睡时的弧度。只是这一次，再不会睁开，再不会揉着惺忪的睡眼，问姐姐什么时候睡觉。手机里，他清空了和所有人的聊天记录，最后只给我留了一句姐姐。对不起，以及3569.8亿的转账。这是他口袋里的所有钱。那年春色正盛，天之骄子般的江启洛在最好的时节离开，而我被永远地困在了那个春天。门后处的塑料袋响动，惊醒了我。一个穿着黑衬衫的男人蹲在垃圾桶旁，鬼鬼祟祟地翻着什么。谁？男人动作一顿，慢慢转过身来。是林寒言，他还戴着口罩，脸上有着几处包扎。我扶了扶有些发痛的额头，忘记他还有出租屋的钥匙。下午扔进垃圾桶的情侣对戒、水杯、手表以及纪念物等等都被他掏了出来，整齐地摆在地面。你拿这些干嘛？林寒言闻言垂下眉眼，看不清情绪。我最后过来收拾点东西带走，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，林少爷也看得上。从床上坐起身，我顺势看了看屋内还有啥重要的物品。既如此，我也打算回学校继续住宿舍，这里就准备退租了。林寒言手里握着那枚不值钱的银色对戒，大拇指在戒指上轻轻揉搓，声线落寞低声道：洛洛，我知道你不信，但我确实是真心的，真的只相信你。曾没有人那么赤诚地爱过我，我不想错过你。我摆了摆手，垂头嗤笑，下午的场景用讽刺般出现在脑海。真心什么？难道你是因为爱我，所以特地让我来送你们打完炮的饭？我是不是还应该谢谢你？可沈竹的事我可以解释，我们从没发生过什么，在一起也是之前随口答应的，而且我早想和他断了。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人其实是……讨论这个已经没必要了。我冷声打断了他的话，眼神淡漠。绿色的水滴在桶里，膝盖高度的水龙头常年落水。为了省点水费，我便一直拿塑料桶接着。节省下来的钱只能是碎银几两，不真挚的爱说出来都可笑。在骗局被戳穿的那一刻，无论真心与否，我们之间都已经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。其实林寒言在你利用我弟弟的事靠近我时，有没有想过回旋镖有一天也会到你头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没回应，只是蹙了蹙眉，打开门请他出去。他见到我决绝的表情，眉眼中有些受伤，随即把摆在地上的东西一股脑塞在了包里，站起身
不要再装作有抑郁症了，因为这世上多一个你这样的人。抑郁症的污名化就越严重，真正的患者就越难得到帮助，像江启洛的人就会多一个。半晌后，面前的男人缓缓点了头。随即林寒言从门后拿出一袋排骨和莲藕，他看到了我发的加餐消息。可以最后为我做一次藕汤吗？不了，你家厨师做的会更好喝，我只喜欢你做的。洛洛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信我一次，再给我个机会呢？他的声线已然哽咽。我并没想过恢复高高在上、倾城太子爷身份的林寒言，脸上也会出现哀求的神情。此时此刻，一切快不符合平民游戏里的设定了。无论他话里的真假，我始终无动于衷的沉默。他明白我在拒绝，想要拉住我的手，最终垂下。出门前，林寒言眼角泛红，回头注视着我。你还爱我吗？不爱了，还能再爱我一次吗？不能。林寒言走后，我开始收拾家里的杂物，准备在下周回到学校。整理到后半夜，我瘫坐在沙发上，目光落在衣柜角落处的一个箱子上了锁，是弟弟江启洛留下的遗物。我和他是双生子，父母离婚后有了各自的家庭。我们就像父母年少轻狂时犯下的巨额成本的过错，没人愿意买单，也没人愿意回望。所以初中后，我和江启洛只能靠着最低的抚养费相依为命。思及此，心下酸涩难耐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首饰盒。这是江启洛在离开那年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一条镶满碎钻的六芒星项链。他送我时笑得灿烂，还亲手将项链戴在我的脖颈上。姐姐，这是我自己赚钱买下来的项链哦，喜欢吗？姐姐戴的可真好看，比模特都好看，虽然这条不贵，但我会努力把世界上所有好看的宝石都戴在姐姐身上。少年眼神真挚，我戳了戳他的单边梨窝，欣慰地点了点头。江启洛，我相信你，所以我一直在等着。首饰盒的泡沫板下有东西随着晃动在响，我拿起后发现了一把钥匙。江启洛前年送我时还并没有这把钥匙，应当是他后来放进去的。我拿出它思索片刻后，目光落在角落处已然掉漆的箱子，锁声落下。里面仅有4样东西：一张画满枯萎向日葵的油画，一张他生前最爱乐队研究的专辑，一本日记以及一张写着账号密码的纸条。我目光落在那本黑色日记本，拿起放在膝盖间，从头开始翻阅先前的内容，不过是日常琐碎，以及在学校里又有哪个女生向他表白了，这也自然。江启洛生的清俊白皙，一双桃花眼多情，气质却又疏离金贵，从小替他接了不少情书和零食。但可能与我一同自小被抛弃的缘故，即便得到再多旁人的爱慕，他始终细腻又敏感，才会养成写日记的习惯。进入 A 大后，江启洛凭借天生的好，嗓音迅速成为了学校乐队的主唱，每场演出都能吸引无数迷妹的尖叫。我在阅读江启洛的日记时，发现沈竹的名字频繁出现。我预料到回学校后可能会面临沈竹的报复，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我的床位被堆满了外卖和快递垃圾，桌子下用红漆写着侮辱性的字样。我的同学杨念告诉我，那些学姐说我惹到了不该惹的人。杨念还提到学校论坛上有人说我插足了沈竹和林寒言的感情。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骂我。我简单浏览了论坛内容，发现都是我和林寒言的照片，以及沈竹和林寒言的聊天截图，但两人从未公开过关系。我决定给沈竹打电话，约他在北门的咖啡厅见面。下午3点，阳光依旧炽热，我在咖啡厅搅动着拿铁，思考着日记中关于沈竹的内容。沈竹穿着蓝白吊带裙出现，这是我第一次直视她的长相。
他坐下后，我直接问他是否喜欢过江其洛。沈竹的手停滞，随后攥紧了菜单。他的眼神闪过一丝悲痛，但很快掩去。我告诉他，江其洛的日记里提到了他记录了沈竹向他表白27次的事情。沈竹的瞳孔微缩，最终没有否认。我将江其洛的遗物一幅画有郭伟向日葵的画作放到桌面上，就问沈竹为什么抄袭江其洛的画，以及为什么配掉他参赛的名额。江其洛在画作被抄袭后的第10天就自杀了，而抄袭他的人正是沈竹。沈竹的情绪突然失控，他狠狠地将杯子砸在地上，红着眼对我嚎叫。他承认自己喜欢江其洛，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和愤怒。他告诉我，江其洛在一个他推荐的商演后变得像另一个人，开始辱骂他，让他感到绝望。我继续质问沈竹，问他是否是害死江其洛的凶手之一。沈竹没有回应，眼里满是迷茫。他从包里掏出香烟，被店员制止后，将香烟碾碎，开始讲述自己的感受。沈竹说，他曾因为爱而不得而想要报复江其洛，这种恨意在他死后也没有终止，蔓延到了我身上。他抢走我的贫困生补助，让林寒元愚弄我，都是恨意的延续。我问他为什么会知道我和江其洛的事，沈竹说，江其洛最宝贝我这个姐姐，除了好消息什么都瞒着我。我告诉他我看了江其洛的日记，他问我江其洛是否一直很讨厌他，或者对他有过哪怕一点点的好感。我回答说，这我没办法替他回答。沈竹的眉眼里顿时失去了神采，就连恨意也荡然无存。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，沈荣是否是他的父亲，校董会的领导。沈竹回过神，面对这毫不相干的问题有些不解，但还是颔首，是的，他是我爸爸。学校论坛的热度不断攀升，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周围人的指指点点，我几乎充耳不闻，心中只有江其洛的事情。有人故意撞我，我甚至没有反应。突然林寒言出现，挡在了我身旁。你走路不看路的吗？他对着撞我的人斥责，引起了路人的注意，甚至有人开始拍照，奸夫淫妇，这俩还敢在一起走？有人低声议论。我无视这些议论，只是蹙眉看向林寒言。你怎么在这？我问。他垂眸，眼里满是担忧。我已经发帖澄清了，说你是无辜的。他说，但还是担心有人会攻击你。我揉了揉痛的肩膀，瞪了他一眼。你这2天没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块石子飞来，林寒言迅速挡在我身前。石子划过他的脸颊，留下血迹。他捂着脸，嘴角扯起，时不时瞥向我，似乎在等我安慰。我叹了口气，低声对他说，林寒言，我们没可能了。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回头。他的眼神彻底黯淡，但又喃喃自语，我不会放弃的。你到底在执着什么？我不解，不明白为何愚弄真心的人还对过错耿耿于怀。我没这么痛苦，这么悔恨过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感受很陌生。他坦白道，只清楚自己又爱你又愧对你，所以看到你或者为你做些什么能好受点。只是此刻他手上的眼界在路灯下泛着光，一如我们的1年错误又不值一提。关于指控我小三的帖子在深夜被删除，论坛上的谩骂也被清除得干净。自那以后，我再没遭到过沈竹的针对，日子恢复平静，除了林寒言的打扰。又是一个失眠夜，我登录了江其洛留下的账号密码，那是他的绘画博主账号，有着30几万的粉丝。我浏览着往期动态，最初的作品大多是小动物和风景，但大一下学期参加商演后，画风转变。我滑动鼠标的手微微停顿，点进了私信，大多是粉丝的催更，直到我发现了一个账号，用户头像是一片东景， ID 为西，上面持续2年不间断的私信，皆是在江其洛离开之后。
我给他发了消息，我是博主的姐姐江明洛，可以见一面吗？几秒后，那边回应道，好。他约我在夜晚的操场草坪上见面。周希穿着一条黑色的连衣裙，在看见我的那一刻，灰暗的眼眸里泛起光。他一下就认出了我，而我也认出了他，错不了那眉间的痣。面前的女孩是江其洛高中班上的徐伟，曾经托我送给江其洛一个乐谱，那是他手抄的一份吉他谱，里面是江其洛最喜欢的英文歌《残夏》。我为何对周希印象深刻，是因为那年江其洛唯独看到这个礼物时，眸光亮亮的。周希喜地坐在我身旁，看着对面大一新生围成一圈唱着歌，嘴角扬起笑意。我以前也经常坐在这里看着江其洛唱歌。他说他的眉眼里带着怀念，声音也细声温柔，仿佛时间又回到了前年。江其洛坐在操场中央，弹着吉他，唱着原创的情歌。只是周遭的吵闹声渐深，他的神色也越暗淡。我很后悔姐姐，我暗恋江其洛，这已经是第6个年头。周希喉咙哽咽，他神情酸涩地和我吐露这些心事。我抬起手拍了拍他的肩，想要安慰，却发现他瘦得可怕，几乎只剩骨头。周希再次看向人群的方向，眼神却像是想起什么一般，变得镇静又阴冷。姐姐，你知道校领导沈荣吗？我眉心一跳，微微颔首。是他害死了江其洛。周希提到这些事时颤声不断，晚风吹起他的裙角，我能感受到他全身也在发抖。他紧抱着双臂，止不住地涌出泪水。江其洛死后，我一直暗里调查着沈荣，直觉力和他脱不开关系，知道他经常和校董会的人在学校的名誉酒店吃饭，我却去那里兼职，整整2年了。我终于在一次他醉酒后录到了证据。他低下头，从包里寻着手机，动作太大，衣品要掉了出来。我一愣看清后，鼻尖末地泛酸。我再清楚，不过这是用来治疗什么的药。江其洛吃过，我也为林海岩买过。他瘦骨嶙峋的手颤抖地打开了一段录音，递给了我一只耳机。起先本是嘈杂的背景音，有几个男人在互相阿谀奉承。这时突然一个低沉的男生开口，这次送上门的没什么滋味。沈总还是挑啊，这小男星我看着还不错，都入不了你的眼，差得远了。不扯谎，这些年还是之前那个乐队主唱我最喜欢。我看上老久了，迎新会上就惦记着，后面还是骗他繁星娱乐会签下他一整个乐队，他才肯来酒局，灌了海的酒才搞到床上。不过细皮嫩肉值得很，哪个就是后面自杀那个叫江什么洛，我对江其洛他自杀可给我吓一跳，赶快让学校安排上心理讲座，真是不尽早，不然也能带来给你们几个一起玩玩。背景里的吵闹声渐渐远去，耳机中传来细微的电流声，直到嘴里一出血腥味，我才勉强回过神来。胸腔剧烈的起伏，大脑好似缺氧一般，让我吐不出话来。我颤抖着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捂住了口鼻。江其洛自杀的那天，送往医院的路上，我也有过这般神志不清、呼吸困难。医生说是呼吸性碱中毒，如果情况紧急，可以用塑料袋捂住口鼻来急救。我记下了。周希看出了我状态的异样，他连忙收起手机，蹲起身子围绕在我身旁。神志慢慢恢复的过程中，我终于将江其洛遭遇的一切拼凑完整。他日记里和画作里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对沈竹突然的未语相向，他突如其来抑郁崩溃，以及决绝赴死，都有了答案。看见我眼神渐渐清明后，周希再也忍不住，紧紧抱住我的脖颈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姐姐，可是怎么办？就算有这个录音，我
我们也斗不过沈荣啊，他在青城有名有权，我们根本无能为力。当时的弟弟一定也曾这般绝望。普通人面对权势顶端的人，究竟有何胜算？只有冤下去一条路吗？一份烙印，一个已经离开人世的受害者，怎么都形成不了有力的证据链。即便沈荣真被判刑，那这惩罚真的够吗？甚至极可能被他逃脱。我抬头看向天边，密云慢慢遮住了月亮。垂眼擦掉周熙的泪水，嘴角扬起一个鼓励的微笑。这些年辛苦你了，我替江启洛谢谢你，谢谢你喜欢他这么多年。那晚之后，我高烧不退，梦境与现实交织，混沌的梦魇不断。在一门重要专业课结束后，我晕倒在教室门前，被送往医院。我在梦中惊醒，梦见江启洛流着血泪质问我，为什么把他丢在家里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头痛欲裂，我睁开眼睛，看到林海岩坐在床头。他穿着蓝白色的衬衫，眼神专注地看着我。确认我醒来后，他的眼睛突然红了。林海岩端起热水，扶我起身，我口干舌燥地喝下。医生说你病毒感染，为什么这么不注意身体？他问我，没有回答。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依旧沉默，置若罔闻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林海岩日夜陪在我身边，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起初他还会问我几句，但我始终沉默，他也逐渐放弃了沟通。准备出院的前一天，我看着林海岩低头帮我削苹果出了神。当晚的月色正盛病房里放着古早爱情电影，演员撕心裂肺的哭声中，我轻声问他，你真心喜欢我吗？他毫不犹豫地点头，喜欢，非常喜欢。我攥紧脖梗间的6芒星项链，轻声说，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那我要杀个人，你可以帮我吗？林海岩利用家中的关系，约了沈荣在家吃饭。林家和沈家本是世交，沈荣没有设防。半小时后，林海岩将昏迷的沈荣带到我等待的废弃厂房。剩下的事你不用管了。谢谢了。我撇清关系，他欲言又止，神情悲痛，似乎不愿看到我这样选择。江明洛，你弟弟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呢？我冷冷地说，杀人偿命不应该吗？我把沈荣绑在椅子上，清理干净他的衣物，用他的指纹解锁手机。在相册的最底端有个匿名相册，里面是数量惊人的录像。我找到了前年春末的录像，确认后，我麻木地闭上双眼，拿起水瓶浇醒沈荣。他惊慌失措，我告诉他我是江启洛的姐姐，有几个问题想问他。沈荣试图挣脱束缚，但无济于事。他终于掩饰不住慌张，开始求饶，甚至提出金钱补偿或认罪。我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，拿起事先准备好的刀。他见我对立又无动于衷，开始威逼。我冷笑问他视频是否有备份。沈荣明白我指的是什么，哆哆嗦嗦地告诉我备份的位置。我继续拿起刀刃，沈荣惊慌地想要带动椅子后，靠！你不是说回答问题？就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已经将刀刃落在他的右手。他痛苦的嚎叫，血流了一地。我再次抬起手对准他的左手。沈荣终于说出了备份的位置。一切都处理干净后，已是凌晨3点。我摁密手机，思索着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需要在自首前交代一些事。我找了家旅店，匆匆洗了澡，然后约了周熙见面。他看见我神色苍白，有些忧心。姐姐注意身体，即便我们没有办法为江启洛报仇，也不能浑浑噩噩地过下去。我点了点头，理了下头发。我并不打算把昨晚的事告诉周熙，就让他以为这是老天有眼吧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林海岩给我的金卡，将所有的钱都放在里面，凑够了80万。这张卡你拿着。他想要推辞，我却摇头。周熙，你是为数不多真心待我们姐弟俩好的人。周熙紧攥着的手依旧骨瘦嶙峋，衣服也撑不起来。
没遇见我们，他会有更明媚的人生才对。我抬手理了理他额前的碎发。周希这个夏天过去后，开启新的生活吧。忘了我和江其洛见过周希后，我找到了沈竹。他心神不宁地搅动着杯中的冰块，显然因为父亲沈荣的失联而焦虑。我昨晚查看沈荣手机时，看到了沈竹的未接来电，但我没有回应。沈竹的母亲早逝，他与父亲的关系自然非比寻常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毕竟我和他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沈竹曾抄袭江其洛的作品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递给他一部旧手机和沈荣书房的钥匙，其余的钥匙已被我销毁。手机里包含了沈荣在明玉饭店酒后坦白侵犯江其洛的录音，以及沈荣手机里侵犯江其洛的录像和备份位置，还有江其洛日记里与沈竹相处还算愉快时的日记文字照片。沈竹疑惑地看着我，不明白我为何给他这部手机。我告诉他手机的密码是江其洛的生日，他记得清清楚楚。看来他对江其洛的感情并非全然虚假。我告诉他，江其洛的遗物中有一样是他送的唱片。他看了手机里的内容，就会知道一切真相。江其洛在生前还是把他当做一个不错的朋友。沈竹在我刻意的暗示下，目光中透露出癫狂的期盼。他拿出手机准备翻看，我没有阻止，也没有停留。我打算找个地方休息，醒来后就去自首。这一觉睡得格外安稳，醒来时已经不知过去了多久。我打开手机，发现头条推送一则新闻：青城北工业区惊发碎尸案，手段极其残忍。报道确认了死者身份是沈荣，而案件凶手还在追捕中。热评里有人说，这案子是青城这几年性质最恶劣的之一。我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准备出发去警局。这时，一条最新推送出现：碎尸案凶手已自首。我皱起眉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报道里没有提及姓名，但我知道唯一知情的便是林寒言。难道他？我感到一阵凉意，手机在此刻响起，是室友杨念。他告诉我林寒言有东西要交给我。我平静思绪，告诉他我会去。林寒言留给我的东西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字条。他让我去国外待2年，这件事由他来承担。他的父亲会帮他摆平，让我不要再去自首。我收起银行卡，调整情绪，对杨念道了谢。校门外，我打了辆出租车。司机问我去哪，我本想说去北工业区派出所，但最终改口说去墓园。那晚，我在江其洛的墓前待了1夜。第2天，我离开了国内。在国外的这些年，我主要更新江其洛的绘画账号。5年下来，也涨了不少粉丝。这个春天，我打算回国。周希带着一束郁金香来接机。他如今已经是一家娱乐公司的金牌经纪人。我们面对面坐下时，他看着我，眼眸里瞬间蓄满了泪水。他告诉我，沈荣死后，他的抑郁症彻底好了起来。我听到这里，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真好，他终于长了些肉。周希像想起什么，从包里掏出一张卡递给我。他说这里有142万，是他这几年的工资加上我给的80万，他都存起来了。我没有接，他不死心地放在我的手边。他说，当年林寒言自首后，获得了受害者家属的谅解，也就是沈竹的谅解。之后，林寒言的家人请了最顶级的律师，以及拿出早些年医院躁郁症的诊断结果。诸多条件下，林寒言被判了10年，而沈竹在父亲死亡后不久就精神失常了。他如今一直待在精神病院，只是每年春末会去墓园扫墓。听到这些，我微微颔首。
这些人被提起时，陌生又熟悉，仿佛是上辈子相识的人，潜意识中想要去忽视。聊到最后，我问起周系的八卦，那你这5年有谈过恋爱吗？他眼神暗了暗，双手交叉揉搓，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年少时遇到的人太惊艳了，生一晚风吹过。我打开账号，发布了一张江其洛生前留下的东景画作，画作的下方有一行文字：只愿来生你能顺遂地过完一生。